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21年1月1號，San Diego 警方收到咗一通報警電話，話佢嘅朋友可能殺咗佢嘅繼父。Sheriff's Communication, Dispatcher 5538. Well, I've got a situation. Last night, a friend of mine asked me to come over. She said that she had possibly killed her stepdad. I stewed on this all night. I barely slept, and I'm scared to death. I don't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 I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her. I don't know if she really did this. Well, what exactly are your reports? It sounds like she killed this guy. 報案人叫做 Adam， 而佢舉報嘅朋友就係一個叫做 Jake 嘅女人。警方嚟到咗 Jake 繼父 Tom 嘅屋企度調查，警察撳咗門鐘，但係冇人出嚟應門。於是警察進入咗間屋，但係就依然冇發現 Tom 嘅蹤影。呢個時候，住喺繼父隔離屋嘅 Jake 啱啱打算揸車出門，於是警方就將佢截停咗，並請佢去到警局協助調查。Well, we're trying to find Tom. Do you know where Tom is? No. His family hasn't seen him for over 48 hours, though. He just got released from hospital yesterday. Okay. Did you see him yesterday? Yeah, I picked him up from the hospital. Okay. Do you know where he went? No. Well, can you tell me, other than he's just missing? We don't know where he's at. We're trying to find him. 之後，警方俾 Jake 離開，並再次返到 Tom 嘅屋企睇下有冇啲乜嘢線索。警方撳咗 Tom 鄰居嘅門鐘，呢度住住一對老夫妻，平時同 Tom 嘅關係亦都唔錯。老夫妻話俾警方知 ，Tom 本身有心臟病同埋肝病，佢嘅身上仲裝咗心臟起搏器。2個禮拜之前，佢喺屋企度跌親，仲傷得好重。喺醫院接受治療之後，佢就被送到療養院休養，順便戒酒，直到12月31號先至出院返屋企。老夫妻話，佢哋尋日見到 Tom 坐喺繼女 Jake 嘅 SUV 嘅副駕駛座度，雙腳伸咗喺出邊，助行器就擺咗喺佢嘅前邊。佢當時嘅狀態睇起嚟好差，而 Jake 就喺佢嘅身邊，好似喺度忙緊啲乜嘢。今次亦都係佢哋最後一次見到 Tom。64歲嘅 Tom 係一個蝴蝶專家，有自己嘅蝴蝶園，致力於教育、研究同埋蝴蝶保育嘅工作。而39歲嘅 Jake 就係一位室內設計師。喺佢14歲嗰年，媽媽就帶住佢嫁咗俾 Tom， 並誕下咗一個仔。2008年 ，Jake 嘅媽媽因為冇辦法再忍受 Tom 嘅家暴行為，而向佢提出咗離婚。不過Jake 同 Tom 嘅關係依然好親密。2020年4月，因為疫情嘅關係，Jake 搬到咗 Tom 嘅隔離，方便照顧佢。佢每日都會煮飯俾 Tom 食，幫佢打掃屋企，定時帶佢去到醫院復診。鄰居都被呢段冇血緣關係嘅父女情所感動。之後，警方返到咗 Tom 嘅屋企，佢哋嘅目光被車道上嘅垃圾堆所吸引。佢哋移走咗部分垃圾，喺底下發現咗一早已經冇咗氣息嘅 Tom。佢嘅身上着住佢出院當日所着嘅衫，手腕上仲戴住醫院嘅腕帶，估計係出院之後仲未有機會進入間屋，就已經瞓低咗。第2日早晨 ，Jake 就因為謀殺罪名而被逮捕。警方認為呢單案非常簡單直接，鄰居證明咗 Jake 係最後一個見到 Tom 嘅人，再加埋 Adam 嘅證詞 ，Jake 今次應該係插翼難飛啦。呢個時候 ，Tom 嘅驗屍報告出爐，法醫證實 Tom 嘅死因為急性 Zolpidem 中毒。換句話講 ，Tom 係服食過量安眠藥而死嘅，亦即係話咁唔可以100%證明 Tom 係死於謀殺㗎。Tom 亦都有可能係自己服藥過量而死嘅。喺審訊室 ，Jake 話咗俾警方知成件事嘅來龍去脈。2020年12月23號 ，Tom 當時仲喺療養院休養。Jake 好似平時一樣嚟到咗繼父嘅屋企，幫佢打掃間屋。就喺呢個時候，佢無意中發現咗 Tom 不可告人嘅秘密。Tom 入院之前，電腦並冇熄機，而係處於睡眠模式。當 Jake 打掃電腦台嗰陣，
佢唔小心揩到咗滑鼠，所以電腦螢幕就着咗。Jade 抬頭一望，電腦嘅 wallpaper 竟然係一對傲人嘅颶風。佢本來仲覺得有啲尷尬，認為自己唔小心侵犯咗 Tom 嘅私隱，但係電腦嘅 wallpaper 越睇越熟悉。就喺嗰一瞬間，佢先意識到颶風嘅主人竟然係佢自己。Jade 被呢個突如其來嘅發現嚇呆咗，佢 check 咗 Tom 嘅電腦，並喺入邊發現咗數百張自己嘅裸照。Tom 甚至仲細心咁將照片分門別類，存放喺唔同嘅 folder， 並以露骨嘅名嚟到命名。大部分嘅裸照都係佢之前影俾前男友睇㗎，而 Jade 一直都將呢啲照片存放喺自己嘅私人電腦入邊。佢唔知道 Tom 到底係點樣得到呢啲相㗎。而另一部分就係佢喺沖涼嗰陣被偷拍嘅照片。Jade 表示佢當時好驚，佢冇辦法接受佢最信賴嘅繼父竟然會做出啲咁嘅事。佢擔心 Tom 會提早出院，然後唔知道會對佢做啲乜嘢，所以佢喺瞓覺嗰陣都會放一把刀喺床頭櫃用嚟傍身。Jade 甚至仲一度冇辦法進入浴室沖涼，佢只要一進入浴室就會覺得好嘔心。之後 Jade 收到通知，話 Tom 過幾日就可以出院返屋企啦。呢個時候 Jade 覺得自己嘅處境越嚟越唔安全，佢必須要做啲乜嘢。於是佢喺 Facebook 度透過朋友嘅介紹，認識咗一個叫做 Alan 嘅男人。Alan 係一個保安，佢自稱 Fixer， 亦即係可以幫人解決問題嘅人。Jade 表示佢打算喺12月31號將 Tom 接返屋企之後，就叫 Alan 過嚟質問 Tom 關於裸照嘅事。31號早晨11點 Jade 嚟到咗療養院，將 Tom 接返屋企。當時 Tom 嘅手上仲拎住一大袋藥物，包括安眠藥。Tom 一上車就不斷同 Jade 抱怨自己周身骨痛，瞓得唔好，跟住就喺架車度食咗一啲藥。由於 Jade 當時接到咗一個裝修工程，所以佢就嚟到咗一間商場為工程購買一啲材料。一進入商場，佢就 send 咗個短信俾 Alan， 叫佢快啲過嚟。喺等待回覆嘅同時， Jade 喺商場度購買咗手套、毛巾、尼龍繩同埋幾罐噴漆。警方之後亦都喺 Jade 嘅 SUV 度揾到咗呢啲物品。購物完畢之後，佢仲係冇等到 Alan 嘅回覆。佢雖然覺得好驚，但係都係決定先將 Tom 送返屋企。當佢返到架車嗰陣， Tom 成個人已經昏昏沉沉啦。於是佢即刻將 Tom 載到療養院求助。由於當時嘅疫情嚴重，所以療養院拒絕俾 Jade 進入。於是佢唯有將 Tom 送返屋企。返到屋企之後， Jade 終於收到咗 Alan 嘅回覆。Alan 表示佢而家過唔到嚟，不過佢就叫咗一個叫做 Brian 嘅朋友過嚟幫手。冇幾耐之後 Brian 嚟到咗現場， Jade 要求佢幫手將 Tom 扶返入屋，但係 Brian 望咗一眼之後就轉身離開咗。於是 Jade 唯有打電話俾 Adam， 叫佢過嚟幫手。傍晚時分 Adam 嚟到咗現場。Jade 表示 Adam 喺見到 Tom 嘅狀況之後，亦都同 Brian 一樣拒絕幫手，跟住就離開咗。Jade 當時完全唔知道應該點做，佢根本就冇辦法憑住自己嘅力量就將咁重嘅 Tom 扶返入屋，所以佢唯有俾 Tom 喺車度瞓返一晚，等藥力過咗就應該冇事啦。為咗確保 Tom 瞓得舒服， Jade 仲將枕頭墊咗喺佢條頸度，並為佢冚咗被。第二日早晨， Jade 見到 Tom 仲喺架車入邊。當佢打開車門嗰陣，先發現 Tom 全身僵硬，已經冇咗氣息。Jade 當時好驚，佢擔心大家會將 Tom 嘅死怪罪喺自己嘅身上。佢亦都唔知道應該要點做，所以佢唯有將 Tom 喺架車度拉返出嚟，放咗喺車道上，用被將佢冚住，再將一啲紙皮箱堆喺上邊，偽裝成一堆垃圾。不過警方就喺 Jade 嘅手機度發現咗故事嘅另一個版本。12月31號早晨11點， Jade 去到療養院將 Tom 接返屋企。
11點半，佢 send 咗個短信俾 Alan， 我啱啱俾佢食咗好多藥。之後佢又補上咗一句，停咗喺商場拖延時間。事實上 Tom 嘅安眠藥上邊並冇發現佢嘅 DNA， 上邊反而留低咗 Jake 嘅 DNA， 咁講明咗 Tom 根本就冇掂過安眠藥，啲藥係 Jake 俾佢食噶。而 Jake 停喺商場拖延時間嘅目的就係等待藥效發揮作用，等 Alan 過嚟幫佢善後。時間1分1秒咁過去， Jake 就一直都冇等到 Alan 嘅回覆，於是佢又 send 咗個短信俾 Alan， 佢就快醒返啦，你可唔可以過嚟？呢個時候 Alan 回覆佢而家過唔到嚟，並派咗 Brian 過嚟幫手。Brian 之後同警方講，佢喺到達現場之後， Jake 就同佢講咗呢一句說話，我要你將佢帶返入屋，勒死佢，剩低嘅我會處理。Brian 聽咗之後即刻就離開咗。跟住 Jake 又 send 咗好幾封短信俾 Alan， 2點59分佢就快醒返啦，我唔知道我仲可以忍幾耐。4點12分佢醒返啦，而且仲變得好有攻擊性。4點28分佢而家迷迷糊糊咁，我唔可以就咁由得佢喺我架車度亂咁踢，我準備要駁佢。4點半佢醒返啦，我準備要駁佢啦。4點35分佢有意識啦，我只可以靠自己啦。警方喺 Jake 嘅車入邊發現咗一個膠袋，膠袋出邊有 Jake 嘅 DNA， 而入邊就有 Tom 嘅 DNA。 警方推斷 Jake 先用啱啱買嚟嘅毛巾塞住 Tom 把口，阻止佢求救，跟住再將膠袋套住佢嘅頭，將佢焗死。之後佢發現焗死 Tom 嘅速度太慢，所以佢唯有喐手將佢勒死。喺 Tom 斷氣之後， Jake 打算將 Tom 搬返入屋，偽裝成服食過量藥物致死嘅假象，但係佢唔夠力獨自移動 Tom， 所以佢就打咗個電話俾 Adam， 叫佢過嚟幫手。Adam 到達現場之後， Jake 向佢承認自己俾 Tom 食咗好多藥，並勒死咗佢。Adam 聽咗之後直接轉身離開，並喺第二日打咗電話報警。It sounds like she killed this guy and asked me to move the body with her. And I said, I can't help you, and I never saw the body. 無奈之下 Jake 唯有先將 Tom 嘅遺體留喺車上邊一晚。第二日 Jake 載住 Tom 嘅遺體去到醫院，借咗一架輪椅，再返到 Tom 嘅屋企，將 Tom 搬到輪椅，再將佢放喺車道上，堆上紙皮箱，偽裝成垃圾。當 Jake 準備揸車離開嗰陣，警方咁啱嚟到咗 Tom 嘅屋企調查。喺 Jake 被警方截停之前，佢 send 咗最後一封短信俾 Alan， 刪除我嘅號碼，我俾人截停咗。不過本案仲有一個疑點，警方認為 Tom 係俾人勒死嘅，但係驗屍報告就證實 Tom 係服食過量藥物而死嘅，而佢條頸亦都冇任何嘅瘀痕。針對呢一點，控方俾出咗解釋，當一個人失去知覺嘅時候，呼吸亦都會開始變慢，所以唔需要太大嘅力氣就可以將人勒死。喺呢種情況之下，只需要4磅嘅壓力就可以壓制通往腦部嘅血液，令人窒息死亡。事實上，我哋平時同其他人握手嘅力量就達到咗11磅。4磅嘅壓力唔會造成喉嚨軟骨斷裂，所以並唔會留低物理證據。2022年12月7號，本案正式開審。Jake 喺庭上否認咗控罪，辯方不斷喺庭上強調 Tom 嘅變態行為，企圖令陪審團同情 Jake， 因為佢其實亦都係受害者。至於 Jake 手機上嘅嗰啲短信記錄，雖然睇起嚟好可疑，但係亦都唔可以證明佢真係殺咗人。除此之外， Adam 同 Brian 嘅證詞亦都唔可信。Adam 根本就冇見到 Tom 嘅遺體，佢又點知道 Tom 已經死咗？而 Brian 同 Jake 素未謀面， Jake 又點會可能叫一個陌生人幫佢殺人呢？控方強調，雖然 Tom 嘅所作所為令人髮指，但係 Tom 並唔係本案嘅被告，而係受害者。
佢係咪應該得到懲罰，並唔係本案嘅重點。本案嘅重點係 Jake 精心策劃咗整個殺人計劃，而且佢仲親自喐咗手。嗰啲短信就係最好嘅證據。陪審團只係用咗30分鐘就做出咗裁決，最終 Jake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2038年可以申請假釋。